原来这就是生理性演技。望着你不肯后退的眼睛。德仙紧致中，当肖战演的莫德贤遇上了日本兵，恐惧到连脸上的肌肉都在跟着颤抖。这一刻，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肖战的人生角色又加一。人在极度紧张的情绪中，会不自觉产生面部肌肉抖动这种生理性反应。一般来说，需要演员极度投入，让自己进入角色的情绪状态中，才可以调动出这种真实的生理反应。但肖战却把这份本能感贯穿了全片。德仙紧致中，莫德贤的脊背就从来没有真正的挺直过。他是一个凭一己之力撑起一个家庭的男人，但又时刻保持着一种被现实打碎骨头的麻木感。上一部戏中，肖战还是一个朗月清风、智性又清冷的古装男神，这一部戏中，他已经成了一个战争年代奔袭逃命的底层糙汉，皮肤黝黑，嘴唇干裂，旧的发白的衬衫里面是单薄的身躯，细节里全是乱世求生的麻木与疲惫。那种恐惧到极致的自然状态，让我感觉他仿佛真的身处于战乱年代。山坡上遇到日本人时，他慌张的表情，不安的抬头，额头冒出的冷汗，都在证明他此刻紧张的情绪。可这份麻木下，却藏着最鲜活的软肋与锋芒。被日本兵威胁做旗杆时，上一秒脸上还是逆来顺受的木然，可转身听到儿子喊爸爸后，眼神中的恨意就瞬间迸发了出来。爸，叫你什么？还有最后看到萧衍牺牲的那场戏，他没有嚎啕大哭，只是任由血泪混着泥土滑落，面部肌肉僵硬到近乎凝固。可那份目睹同胞牺牲后痛彻心扉的感觉，却透过屏幕压得人喘不过气。可明明演技已经足够精湛了，肖战在这部剧里的台词更是秒杀很多流量明星。一个重庆人说起老南京话，竟然出奇的标准。把水烧开，小菜炒好，切点下肠子压干，鸭血呢当然切成条。豆腐果切成三角形。一段流利的南京话，瞬间把人带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抗争年代。从当初在梦中的那片海中学京腔，到射雕中说蒙语，再到如今的德贤紧致说南京话，肖战的台词把控从来都藏着死磕的较真儿。光是从他对台词的把控程度，就能看出他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。而这份较真儿也从不止于语言，除了苦练南京方言，他还提前2个月扎进老工坊，跟着几10年的老匠人学习淬火、锉刀、电焊，从手上磨出水泡到结满老茧，肖战从无一句怨言。拍摄时徒手撕铁丝网，在掌心划破3道口子，也依然要咬着牙拍完。那滴沿着铁丝滑落的血，还被导演保留在了镜头里。更是为了莫德贤减重15斤，还特意剃了寸头，晒黑皮肤，彻底褪去古装男神的光环，活成了那个战火中奔逃的底层糙汉。方言的流利，手艺的娴熟，身形的单薄，都是长期沉浸后的必然结果。都说2流演员看演技，1流演员看状态。肖战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让状态成了生理本能，他用沉浸式体验加生理化演技，将莫德贤的胆小坚韧与血性展现的淋漓尽致。他早就把角色融入到了血骨当中。真正的好演技，大概就是让观众忘记演员，只记住角色的人生。肖战做到了。